一方是满甲满配且战术功能协调性完美的安西边军，另一方则是隶属于北牙禁军的左右龙武军，同样是满甲满配。那么双方激战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？随着太监的叫喊，双方怒目相对。第一波交锋，龙武军共6人，甲胄方面均是满甲6人配置相同，所使武器也是随身佩刀，6人一致。甲胄防御力强悍，但兵器缺乏一定的破甲能力。而边军这边身穿重甲，兵器不一为首，所持短柄双斧，身后为长柄钺，其次为刀盾，最后为弓。镜头广角切换，龙武军6人尽数围攻，边军3人分路对抗，攻守藏后。但这个镜头是同步化的，所以脖子会从4个视角逐一解析。首先是刀盾兵，劈刀隔开对方兵刃，架盾抵挡对方劈击。反手劈刀甲胄的高光时刻再次体现，龙武军只是踉跄了一下，并无大碍。而就在刀盾兵劈刀反击的时候，暴露了背后位置深厚的龙武军意欲偷袭。但作为最勇猛的刀盾步兵，战场厮杀，不过儿戏反应能力超强，瞬间转身盾击，狠狠地迎面撞上了龙武军的脑门。劈刀反击，就在刀盾兵低头补刀的同时，正面的龙武军发现空档，突然袭击，连续劈刀压制。横斩砍颈，注意看这里，虽然刀破甲能力很弱，但他要是一刀砍在了甲缝里，那跟破不破甲就没关系了，是直接一击毙命的。通过逐帧细节可以看到，刀盾兵仅凭1人之力牵制3名龙武军，不愧是自带挑衅的步兵，吸引3个人仇恨的同时，还顺利带走1人。接着我们再把视角切换到双柄斧手身上，他是边军体型当中最壮的一个，也是正好对应斧这个兵器在战场中能使用的都是力大气沉者。冲刺对撞，撞翻1名龙武军之后，使斧者气势逼人，大步流星一般冲进包围圈。劈斧重砸，架刀横拦劈斧，正手劈斧重砸胸部，反抡斧重砸脑门。在双斧手终结正面对峙龙武军时，被他撞翻起身的另外1名有很明显的连续劈砍动作，而且很显然是砍中了，但是双斧手丝毫不在意，甚至没感觉，心思全在正面的对手身上。实战派老兵果然还是很辣，深知对方兵刃很难破甲，所以抓住能一击带走的机会绝不会放过，哪怕是以伤换伤。长柄钺者作为此次混战的唯一长兵器，且拥有在场最强的破甲能力，所以在龙武军最开始冲锋的时候，持钺者就原地蓄力，准备进攻姿态。横抡腰斩，持杆撞击咽喉，持钺重砸，倒把重砸面门。正面交战，边军3人力挡龙武军6人，最后1人持弓者终于露面，而他的目标正是那并未穿甲的太监身上，防止他们前去报信。箭无虚发，将慌窜逃乱之人并数击杀。而萧规所带领的边军也是成功入侵，面见李隆基。我愿你们这些龙武军千里挑一的身手，到最后就活成了战一丈的一群废物。萧规所言也确实，甚至在脖子看来，老年李隆基的表现都要强于龙武军。飞身推肩，双手合拦持气手，仰身勾腿摔。唐玄宗还真是老当益壮啊，展示半摔干净利索，一勾一个准。情报翻摔，李隆基在萧规蛮横无理的抱摔下重砸倒地，但丝毫没有迟疑，立马反拿地上的骨朵，利用铁杆狠狠地抽在了萧规腿上。劈砸，双护手阻截，绕臂反扣锁。而就在萧规意欲擒拿压制李隆基时，老爷子单手掏腿把控重心，然后借着向下摔倒的力，竟然单手直接把萧规撩翻。但最后还是无奈被萧规捉擒。